在某个潮湿闷热的夏夜，这条小巷子里的烤肉摊正热闹非凡。烤架上的炭火翻滚着灰烬，烤肉油滋滋作响，香气四溢，勾引着夜晚每一个饥饿的灵魂。这个摊位并不起眼，摊主是一个中年男人，面容苍白，眼神空洞，经常盯着炭火发呆。四周的人都称呼他为老李，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名字，也没有人过问他的过去，只知道这个摊位味道不错，价钱公道。老李的摊位在这条巷子里已经开了5年了，生意一直很好。尤其到了深夜，那些喝醉的、无所事事的和流浪汉经常聚集在这里，吃1串2串烤肉，聊聊天。摊位旁摆着几个塑胶椅和几张临时搭建的桌子，既简陋又勉强。然而最近有几个常客都不见了踪影，人们莫多想，总以为他们只是去别处喝酒，或者被警察抓走了。直到某天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阿全失踪的消息才开始在这条巷子里流传开来。阿全是一个无业游民，经常在这条巷子里晃荡，喝完酒后总会来找老李买几串烤肉。他失踪的那晚，也有几个人见到他在老李的摊位前醉醺醺地叫嚷着要更多的肉串。隔天他就人间蒸发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家人报了警，但找了几天依旧音讯全无。这天夜里，老李的摊位一如往常的摆着，一串串烤肉陈列在木炭上，香味扑鼻。这次来的是阿全的朋友阿红，他坐在塑胶椅上，一口接一口地啃着肉串。也许是酒精作祟，也许是对好友的失踪感到疑惑，阿红开始仔细端详这串烤肉。他发现这肉的纤维好像异常粗糙，口感也不像一般的鸡肉或牛肉。老李，这肉是什么肉啊？阿红含糊不清地问道。老李抬起眼皮，冷淡地回答：特制的，保证你没吃过。阿红被这话逗笑了，但心里却有一丝不安。喝了几口啤酒后，他压低声音问道：听说阿全失踪了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老李的眼神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，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冷漠的神态。失踪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这种人喝醉了去哪都不奇怪吧？阿红低头看着手中的肉串，突然发现其中有一条细长的东西嵌在肉里，像是被烧焦的韧带。心里猛地一颤，他强忍着呕吐的冲动，把那根肉串放下。回忆起平日里失踪的那些熟人，他的思绪开始变得混乱。几天后，阿红也不见了。大家都说他可能因为朋友的失踪受到打击，所以离开了这个城市。但那些曾经和阿全、阿红同住的其他人也逐渐消失，直到整条巷子再也见不到那些熟悉的脸孔。老李的摊位仍然在夜晚亮着灯，只是这条巷子却越来越近，少有人在踏足。某个夜里，一位好奇的路人经过老李的摊位，忍不住问：你这烤肉味道真是好，可是这么多年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肉呢？老李沉默了许久，然后看着路人的眼睛，冷冷地笑了。他的笑容宛如黑夜中翻涌的炭火，带着一丝诡异的暖意。这肉啊，都是精挑细选的，不多也不少。他语气阴森：你要不要也来一串？巷子的灯光忽然闪烁起来，似乎在预示着某种无法言喻的诡异。阿红失踪后，这条巷子里的老主顾越来越少，剩下的人也逐渐开始小心翼翼，尤其是那些曾经和阿全、阿红一起喝过酒的常客们。有人察觉到老李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诡异，话语里也变得冷淡起来。摊位的烤肉仍然热气腾腾，香气缭绕，但愈发让人不安。几个曾经常来的熟客开始商量，要不要试着揭穿老李，弄清楚这烤肉的来源。随着巷子里消失的人越来越多，无数恐怖的传闻开始流传。有人说老李的烤肉是特殊来源，来自于那些失踪的人。也有人说，巷子里经常半夜听到低沉的呻吟声和撕裂声，像是有人被残忍的折磨。可是这些传闻在无形的恐惧中被压制，大家即便心里害怕，也没人敢真正追查。直到一个深夜，一位年轻的小报记者张强来到这条巷子。张强专门追踪城市里的各种谣言和暗黑故事，老李的烤肉摊位和神秘的失踪事件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当他第一眼看到老李时，便觉得这个男人脸上有种难以言喻的阴森，眼神里透着深邃的空洞，像是2个黑洞吸走了所有的温度。张强点了几串烤肉，打算在摊位旁边边吃边聊。他开始轻描淡写地问道：
老李，你这烤肉摊可是远近闻名啊，怎么有这么多熟客一来就消失了？”老李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年轻人有时候太多好奇心不好，尤其是在这种地方，你还是安安静静吃肉比较好。”张强被这话堵得有些尴尬，但他并未放弃，又聊了些别的。随着摊位上的客人逐渐散去，张强发现自己是唯一留下的人。他趁着老李转身去补充炭火的瞬间，偷偷拍了几张烤肉架上肉串的照片。那肉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，细看之下竟隐约有骨头和筋膜的痕迹，像是某种大动物的肢体，但骨头的形状却异常纤细，甚至有些像人的手指。他按捺住心中的惊恐，将照片藏进口袋，急急忙忙借口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张强翻出相机仔细查看这些照片，却发现照片中拍下的肉上有几片指甲残片嵌在肉里，甚至还能看到皮肤的纹理。他的心跳急促起来，寒意涌上背脊。他开始回忆起那些失踪的人，觉得无比恶心。他联想到老李当时冷漠的眼神，那样空洞的庞父灵魂早已消失。张强无法相信自己的猜测，但又感到恐惧，无法驳斥。他决定不眠不休地追查下去，开始翻找关于老李的背景，甚至冒险去询问巷子里的其他摊贩和周围的居民。经过几天的探访，他终于从一个老人那里听到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。那位老人告诉他，老李在5年前刚来巷子时，并不是开烤肉摊的，而是个小有名气的屠夫。他以切割手法精细闻名，但也总是与孤僻、性格怪异挂钩。听说在老家时，他曾有一个妻子，还有一个孩子，但那对母子在某个夜晚神秘失踪，村里人说可能是被他亲手料理了，因为他常常半夜背着麻袋出门，回来时衣服和刀具上沾满了血迹。后来他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据说是因为警方怀疑他与一桩谋杀案有关系。张强听完这个故事后，只觉得血液在体内冻结。难道这些肉真的来自于失踪的那些人？他决定再次潜入巷子，去揭开老李的秘密。又是一个闷热的夜晚，张强带着摄影器材、录音装置，悄悄跟随老李回到他的住处。这是一间破旧的老屋，周围布满杂草，窗户上布满了尘埃。当夜幕降临，老李进了屋子，张强悄悄跟了上去，透过窗户缝隙窥探。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景象，屋子里堆放着冷冻的肉块，形状各异，有些竟像是人的肢体。老李在这些肉前面冷冷地打量，神情带着一种扭曲的狂热，仿佛这些肉是他珍贵的收藏品。张强忍住惊叫，试图悄无声息地退开，但脚下的碎玻璃突然咔嚓一声，惊动了老李。老李转头，眼神冰冷地盯着窗外，然后慢慢走过来，似乎发现了张强的存在。他开了门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，说：“年轻人，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坐吧。”张强吓得全身颤抖，无法动弹。老李缓缓走过来，强行将他拉进屋里。张强在挣扎之中听到老李低沉而沙哑的声音：“我当初开这个摊位，是想让大家享受一些特别的食材，品尝真正的人性，真正的肉味。”老李的话声变得癫狂：“人都是自私的，冷漠的，这种自私的肉才会真正香。吃过这肉的人都会慢慢变得如我一般，追求真实的味道，回不去了。”张强感到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，仿佛空气中充满了痛苦的回忆。他疯狂挣扎，大声求救，但这条偏僻的小巷里无人能听见他的哀嚎声。数日之后，巷子里的摊位依然如常开张，老李的烤肉摊位上又多了一个新鲜的肉串。每个路过的夜归人都闻到了那熟悉的香气，却不知这其中藏着张强最后的声音和秘密。传闻继续流传着，而巷子里再也没有人敢问老李，这是什么肉？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